大家好，今天是3月4日，星期三，也是我们百日日内做单挑战的第二天。这个挑战的内容呢，我可能之前没有在视频中说过，也就是我们要完全按照我们的系统给出的 setup 进行做单，减少人为的操作影响。我们要看看这100天最后到底能有多少盈利，或者是多少亏损，以此来看一下我们系统的有效性。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从马后炮的角度看，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always in long 的行情。早盘有一个爆发的上升趋势，之后一直是横盘震荡，没有冲到更高的高点，也没有回测这个起涨点，就是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进行横盘震荡。因为震荡很早就开始了，所以几乎后半程是没有什么可做的 setup 的。当然这是我们的马后炮的这种看法。在盘内，我们看一下系统给出的 setup。首先是第一个，也就是说刚形成2根大阴线，这里下穿 EMA20，系统检测到了做空的可能性，于是建议我们在这里做空入场。所以我本着完全遵循系统建议的这个原则去做的这一单，我一入场就被套了，所以这一单也是损失惨重。我看到下一个是拉起来一根大阳线，而且回归了 EMA20之上。如果是我自己人为做单，我可能在这里止损离场了，因为这里可能是一个低点的回补这个 gap， 都有一个继续向上的行情。但是本着做单原则，我没有在这里止损离场，而是把这一单直接拿到了差不多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超过了1号的高点的位置，进行了一次止损。所以这一单我虽然没有完全损失掉，但是我差不多是0.7到0.8的 risk 这么大的损失。Anyway， 这就是你需要接受。如果说你完全相信系统，就是它的每一次的 setup 你都要紧紧跟随。所以这一单我是做了一次做空的失败。接下来一单比较容易了，因为之前像我说，它下穿 EMA20 失败之后，一直在踩的 EMA20，并没有任何一次收在 EMA20 之下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牛趋势。这里系统给出的也是在这根大阳线出现之后入场做多，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也是顺利拿到了目标点位。之后系统依旧给我们了做多的信号，因为这里我觉得给出的信号确实是应该去跟随做多的，因为这里大阳线连续性重叠性都非常好，所以这里也是能稳稳拿到这个目标点位的。但是拿到的位置相对比较晚，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看到2次在同一个位置都被压下去之后，可以完全选择在一个大的上影线或者是在同级别的位置早点离场。免得有其他比较大的波动的行情。当然了，你这是马后炮的想法，它也有可能直接还向上突破，所以这个都 OK。你可以把你的止损就放在 EMA20 左右的位置，也可以放在最下边，这都是根据你自己的风险厌恶来的。因为我是做百日挑战，所以我只能根据系统给出的这个设定去做，所以我这2单多单我是赚到了。之后在这里，因为我在这一段的上涨趋势当中，前2单已经做了，所以这里给出的这个做多信号我就没有去理会，因为我已经在做多了。接下来一个空单，我觉得这里是就比较存疑的，因为你看这是一个上涨非常强势的连续大阳线，很显然这里是一次回调，这次回调可能会在120处有一个互动再进行反弹，所以在这里我这一单的做空我是小跟了一下，小盈利就离场。其实到这我今天就已经结束了，因为我只做了这个满场，下半场我因为去忙别的事情了，就没有继续做单。我们看到下半场给出了一个多单2个空单的点位，最后一个空单由于太晚了，其实倒数第2个空单给的位置虽然差一点点就能达到，但是也是因为太接近尾盘，其实没有太多做的必要。这2单空单其实都是给的比较晚了，而且是比较接近的2单。我一直建议大家不要在尾盘做，所以这2单没什么可做的。这一单给出的多单，其实当你看到它有比较深的回调，
在同一个位置继续被阻力被压住，这种状态其实可以稍微少跟一点儿，看到明显的有时候在 EMA20 之下的这种阴线止损离场就 OK 了，因为这一单给出的目标也是比较近，没有必要冒特别大的风险追这一单的盈利。当然我这些是马后炮的说法，因为我个人只做了前面几单，所以今天总体来说是一个小盈利，但是并没有拿到市场给的这种馈赠，因为我们之前第一单亏损太大了，按照这个系统去做空的这个位置，刚好做空在最下端了。OK， 这就是我们挑战的第2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喜欢我这个百日挑战的跟随系统做单的系列，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。在每日的讲解挑战复盘的过程当中，也是希望大家能跟我学到一些日内的盘内的做单的知识。